连着烧2台电机，一天烧一个，一共4台电机。以前也烧过，但是这次特别严重。这2台电机有的时候转起来还发热，看一下什么情况。这是水泵的控制柜，他们说昨天自己检修电路，说怀疑接触器不好，然后换一个接触器，打了一下火，好像弄这个黑线打了一下火，然后温控器也不显示了，就是通上电以后也不亮了，不显示。其实打开这个控制柜，给人的第一感觉太乱了，看不懂。我是没看明白这下边这接触器是干啥的。这里有个保险丝，灯是亮的，亮灯就是保险丝烧了呗。可以拉掉电闸看一看，先拉掉分闸，然后断掉总闸，确定没有电。这个保险丝是控制电路的保险，应该是断了，把保险管拿出来测一下。保险丝是坏的，等一下换个保险丝。对，看这个线号连的就是温控器的电源，保险断了，所以它没有电。接着看为什么会烧电机，一般缺项会烧电机，量一下它的进线电源，电压400伏很正常，电压没问题。他们说烧这2个水泵电闸都跳了，那这是正常的现象，烧水泵跳闸正常。如果是缺项烧的，这2个有热继电器，它应该及时的断开交流接触器保护，但是它这个电路我没看明白。下边还有2套交流接触器，这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很显然这是一个自己改装的电路，后来加的。他们说这2个交流接触器吸合和断开是靠这一个插座来控制的，可以在手机上来控制这2个交流接触器吸合和断开。这个插座是遥控的插座，输出一个220伏的电，这是一火一零接交流接触器的线圈，让接触器吸合和断开。这个挺方便，现在都是用这一套，原来这一套都没用，应该加个热继电器啊，当电机过载或者是缺项，它会及时的保护电机啊。它这个没有，从接触器出来直接接的水泵电机。那测一下这个交流接触器，如果缺项必烧电机。如果一路有问题，它烧1台电机，为什么会烧2台呢？是不是线头没压紧呢？这个是电机的电源线，它不是没压紧，是没压上，所以他们说有台电机转起来以后有的时候会发热。刚才发现这个线头，除这个线头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原因烧电机吗？他们说平时都用手机来控制这2个接触器吸合和断开，而烧坏电机这一路是这一个交流接触器。这个线压得很好，都很紧，那就手动按下交流接触器，手动让它吸合。用万用表测量上下触点是不是导通的？表针没动呢，是没有按到底吗？还是表笔没插到底？就是不动，表针不动，不通。看看这2个导通的，第3组触点也是导通的。再重新测一下第1组触点，就是不通，可以确定这个接触器是缺项的。使劲往下摁，反复试了几次，确定这2个触点是不通的。这种情况通电必烧电机。这个接触器呢，看这一个，这个好，这个接触器3组触点都好。那这个缺项烧1台电机啊，它怎么会烧2台电机呢？是因为这一个接触器控制1台水泵，水泵烧了以后，把另一台水泵的线也接到这个接触器上了，所以连着烧2台。如果这2台水泵再往上接，还会烧第3台。这样原因就找到了。看一下水泵多大的， 2.2 千瓦，电流 4.9 安，小电机。小电机也得加一个缺项保护，就像这2个一样，加个热继电器。这4台水泵都加热继电器，而且换了新的交流接触器。这是最基本的电机控制电路。
三相电机没有热继电器的保护，如果缺一项电，电机的电流会增大，接触器一直通电不断开电路，它就会烧电机。这种现象见得很多。刚才水泵电路就是这种电路，启动自锁，带热继电器保护。热继电器什么原理呢？找一个高清图看一下。热继电器输入三相电380伏，输出380伏给电机，这两个触点是闭合的，正常情况。突然缺一项电，电机电流就增大，电机也发热，热继电器里面的双金属片也发热，然后变形弯曲，就推动这个导杆断开长臂触点，就是断开这俩触点。这俩触点就相当于一个开关，也就断开了接触器的线圈，不让它吸合。在电路图上是这样的，断开触点给接触器线圈断电，线圈不通电，而主电路的接触器的主触点及时的断开，保护了电机。这种原理很简单，调热机的保护电流，我个人认为和电机的额定电流一样大就行。这几个都装了，这两个线圈还是靠手机来控制，遥控它吸合和断开。这样就好了，可以手动也可以遥控，这样就好了，电机运行很正常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一送电就烧保险，这个设备上次没修好，我又来了。这个设备的故障现象是送上电 PLC 没有任何显示，指示灯都不亮。上次打开 PLC 检查，发现它里面的电源板保险丝烧了，拆下这个电源板，它这个保险丝换上新的保险丝，一通电就烧，一通电就烧。我这现场修了修没修了，弄了一个新的电源板给它换上试试，不知道还会不会一通电就烧保险。电源板和主控板是分开的，它里面有电源插头插在一起，把盖盖上，希望它能好。现在送上电试一下，原来是一送电 PLC 里面就打火，就烧保险丝。电送上了，好了，亮灯了， PLC 工作正常，设备也通电正常。找大师查一下什么问题，出手要准。这个烧保险您测的是哪一块的问题？这个整流条坏掉了，整流条坏了，整流块是坏的，然后开关管坏了一个。对，开关管坏了一个，然后测的这一个变压器什么样？这个变压器应该是线圈内部的触及线圈它有扎间短路，就是内部有短路的现象，就是已经不起震了，就不起震了。也有人这个管没有修的，这一板子没有修的价值了呗。对，这个变压器是找不到的，没有修的价值。对，除了拆机是买不到配件的。这种整个板的话，价值也不是很高。这直接换个新板。对，直接换个新板就可以了。有 PLC 吗？给我拆一个 PLC， 讲一下结构原理。PLC 这边有一个汇串的。能拆开看一下吗？拆开看看它讲的它的结构原理。就是 CPU 板，这个 CPU 板。这是一盘继电器啊，是吧？继电器输出这一块。对。然后，所以你说这是光耦。对，这是光耦输入的，这里边是电源板。对，这个是输入输出板，然后这个是电源板。这个比这个要比这个要先进的。对，这个要先进。先进多少？这是太老了是吧？这个。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一片的东西，控制电路，直接给它集成到这里边，把这个电整成直流电之后，通过这个芯片的处理，然后从直流再变成交流，交流再整流，整流之后才能达到这边所需要的24伏、12伏、5伏，变成直流310伏，310伏再通过 PWM 电压变换成符合要求的那种方波，那种方波可以准确的通过整流之后
达到5伏、24伏、12伏。就是胶变直，然后直再变胶，然后再输出一个，再变出一个直流，再变出一个直流，是这样吗？对，是我理解是这样吗？对。然后变出5伏、24伏、12伏等等等等，然后输出，然后这个电源，然后再给谁供电？啊，就给这个。给他来供电呗。对，给他来供电。就这个继电器来说，看到没有？它有标的，它是需要24伏，供电电压需要24伏才契合。然后这边这个控制电路，控制 CPU。这叫集成块，咱可以叫它集成块吧？对。这个集成块，每一个集成块分管几个？每一个分管几个？你管比如5个，我管5个，他管5个，哈。对，就是这样排列的。他控制5个，然后就是。对，这个里边的这个24伏的电源就是给他用的。然后这是输出，是吧？这是输出。对，24伏输出就是给他用的。然后就是它这里边有个5伏电源呢，一般就是给 CPU 供电用的。PLC 通入一个1或1零，证明它是开始能工作了。对。但是它这个输入这里有24伏、0伏，这是内部电源吗？内部电源往外出的是吧？对，这个是内部电源，咱们可以测量一下，看看它的电压是不是24伏。看吧，这是24伏的。24伏和0伏。24伏、0伏，它是内部电源输出一个内部电源。S-S 什么意思？这个？它是一个 D， 这个。公共端吗？对，公共端就是输入点的公共端这个。有24，有0，这是一个正极、负极24伏。这是这内部电源的一个接线端。这是它内部的电源出来的一个接线端子。就它们之间是怎么个联系？怎么来给它输入信号？你整一个图纸可以看一下，讲一下原理。好。这边还有一个做好的一个图纸，然后在图纸上可以看到这个输入端，它是有一个内部辅助电源。这就刚才这个24伏呗，24伏啊。对，加上一些这个。出来一正一负。对。这边内侧是这个输入光耦。这是 PLC 内部的光耦。对。刚才看那个小块光耦。对。然后外边接这些开关啊什么的。对，你想了解清楚这个，从这个图上看，它是有2种接法，对吧？漏型接法和圆形接法。对，漏型接法、圆形接法。如果想了解圆形和漏型为什么都可以接的话，你要先讲这个漏型吧。先了解一下这个器件是怎么工作的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光耦的这个原理图，这个原理图它是双向光耦。发光的结果是你正着通它也发光，反着通它也发光。所以说才会存在这个圆形漏型的一个接法。圆形漏型的一个接法就是，根据这个光耦的这个特性所决定的。也就是说，从 SS 公共端作为正极输入，这不是个正极，然后连出一个公共端。对，作为正极输入，然后这些输入点 X0、X1作为负极，它可以使这个电路工作。这不是这个负极连出来一个开关，对，一按就给一个 PLC 信号，对，这就是个负极输入，然后给光耦工作。对，然后光耦这一块它是一个，这是个正极，这连过来了。对，它连到正极上。那这一块还得短接吗？这块不用短接了吗？对，这个正极还得给 SS 短接吗？对，这种对，它短接之后呢，它就形成一个漏型的接法。它平时它就是短接的，还是在内部短接的，还是咱们人为它是内部短接的，还是需要人为这样短接呢？需要人为短接的。需要人为短接的这个。短接上呢，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正的24伏引入到这个光耦的公共端去了。对，光耦的公共端。需要短接以后，你像这个传感器就是接近开关呗，相当于那种就是接近开关，输入一个正极一个负极，然后它的输出信号是一个负极。这也是根据那个 PNP 和 PNPN 那种
对，它要根据现场的使用上这个型号，对，它有一个反正这种解法就是漏型解法，就相当于这种先给它一个正极，然后它的负极，然后通过开关信号还有各种信号进行给这个光偶来工作，然后下边再进行处理，这种解法是吧？对，漏型的解法就是什么？就是公共端作为正极，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？公共端作为正极，然后各个输入点作为负极来使用的一种解法。它简单的理解就是这个样子。咱可以给它把这个24伏和这个需要人工来短接。对，公共端给它短接起来，先断个电，比较危险。断电。平时做电路的时候也需要短接的，对吧？对，你这个你根据你采取的电路不一样。对，你这样可以省一个电源嘛。省个电源。烧电可以试一下接哈。对，0伏和这个，比如说 X01哈。灯亮了。这样灯亮了。对，这个。您这个是接的0伏是吧？对，接了0伏，然后通过短接给它信号，然后灯亮。对，这就是 SS 作为正极使用的时候。这个原型解法就是 SS 作为一个公共端作为负极0伏来。也是连在一起。公共端是一个负极。对，它的解法就是特点就是0伏 COM 和 SS 连在一起。他们俩连一起了，那个是和正极连一起了。对。这个是和负极连一起了。对。然后各种输入信号。哎，不对，这是到这来了。电源，这是外部电源。它这是个外部电源。这是外部加一个24伏的直流电源。对。它内部也有一个24伏的直流电源。它这种标法呢，就是说你可以用内部的24伏，然后和这个 COM 端子形成一个闭合回路，也可以用外部电源，对吧？输入和这个 COM 形成一个闭合回路。不打架吗？这俩不冲突吗？它这两个是或的关系，就是说我可以这样使用，也或者这样使用。那就是用这个的时候就不用这个了呗？它两个应该可以同时使用。不冲突啊？应该是不冲突的。咱们可以做个实验。不冲突，它就是可以用它内部的接触信号，然后也可以用外部电源也接触信号，就是互不干扰吗？接上线试一下。这样就是原型解法。对，把它俩短接在一起。上电以后可以，短接在一起，然后是正极给正24和叉 O，24和叉 O 叉0是这个啊。这把亮了是吧？01亮了这个0灯亮了，这个可以。这个短接的是这样短接的。对，这样短接是。这样就给它信号了，对。这是用内部电源。这是用内部电源。可以用外部电源来试一下。外部电源，然后。外部电源你是给它一个24伏的一个。对，24伏接这边。24伏我看。接这个。接0伏。接公共端就是 SS 公共端。0伏。然后试一下 X0。这个灯也亮。这是个正极。给它一个正极信号。对 ，X0。也可以。这就相当于给它一个24伏的一个正极，给它一个信号，也亮。对。同时可以使用。同时，一般不要那样使用，因为它俩外部电源的D和这个内部电源的D，它俩还是有区别的，尽量的不要混用。我们可以做个实验，看看能不能使用。那你先把内部电源短接在一起。对，好，上电。内部电源短接在一起。然后我上电，然后灯亮。好呀，灯亮。咱们再把01短接和可以的，可以。再把01。外部电源也是可以的。对，外部电源和内部电源是可以同时使用的，但是由于两个 D 最好不要同时使用。SS 作为24伏负是原型接法 ，SS 作为
24伏正，就是漏型接法，这个很好区别的。24伏，好，24伏注意，24伏当中的宁伏是和结缔感结的。自学带视频教学的一本书，从入门开始讲起的一本书，电路原理、PLC 结构原理编程入门。停止按钮接的是长臂触点。好，注意，停止按钮接的是长臂触点。可以扫码。开始讲解，用 GX Develop 软件建立一个完整的工程。适合自学的师傅了解学习 PLC。